Hello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。如果你以为怀孕9个月，然后终于熬到生产，母子均安，就是这一切的结束的话，你一定要看下去。因为在我自己经历过这些之前，我也是这样天真的以为的。Apparently, it's not even close. 除了产后减肥、瘦身、恢复身材的压力之外，还有比这个更让我崩溃跟无助的产后痒疹，或有人叫产后荨麻疹、小红疹。所以今天就要来分享，在最低药品的使用下，不影响亲喂且2周内痊愈的秘方大公开，跟着我一起重建希望。Are you ready? Let's go. 直接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产后疹子压起来的照片，准备好了齁？哒哒！你们看到我整只手臂是红的整片，然后一粒一粒的，脚是一颗一颗小红点，每颗小红点周围有小白圈，还到脸跟耳朵来，非常痒，还很烫。看照片是无法让你们感受到有多痛苦的痒。那2周刚好 baby 都有睡过夜，所以明明是补眠的好机会，我却痒到不夸张，每小时爬起来冲冷水止痒，或是去冷冻库拿冰块冰敷，完全痒到睡不着，一抓会整个停不下来，抓太夸张之后就会留疤。好，事情是这么开始的。其实早在手脚还有身体起疹子之前，是我的屁股跟妹妹先起，时间是在产后第3周。但那时候我不知道，我以为是因为产后排恶露要垫卫生棉嘛，闷住引起的。再加上我一开始懵懂喂奶时期，喂奶时长是1个小时起跳，也就是说坐在床上闷着妹妹和屁股，一整天下来会有8到10小时都是处于这样的状态，所以以为是这个原因。加上那时候也完全没听过有产后疹子这件事，所以整个不知情。屁股跟妹妹起疹子，吼吼吼，也是精彩到爆。我用手摸啊，整片哦，都是一颗一颗密密麻麻的感觉，很多很痒。现在想起来还是觉得是很可怕的经历，是严重痒到我如果又要喂奶，我就会心情很差，因为我知道又要闷住，这样怎么好？只会更严重啊！所以我每次要喂奶，我心里就会很烦躁。在喂奶喂多久那支影片有提到，还没看的带回去补一下。偏偏那时候正逢所有事情都还是没头绪的时期 ，baby 夜睡不长就算了，半夜醒来还超难哄睡，需要大哭大闹到1小时才睡着。然后又刚好那几天塞奶，我又要担心紧张是不是乳腺炎，再加上这莫名其妙冒出来痒炸我的疹子，我真的心情跟精神状态都是非常差的。好，屁股跟妹妹这部分的疹子，在我换上我老公的 boxer 几天后，因为保持干爽通风，就有渐渐改善，大概过4、5天就明显好转，我就比较放心了。但是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，才刚比较好，就在这时候，也就是产后第4周，我身体的疹子慢慢浮出来了。一开始只有少少几颗红红痒痒，所以我以为是被蚊虫叮到。我老公还赶快把所有床组洗过，但没有改善。而且奇怪的是，只有我被叮到，他没有。就在我们不解个2天后，第3天晚上的某刻，我觉得我的手臂有点痒起来，我就这边抓一下，那边抓一下，也不太觉得是什么事。直到洗完澡，站在灯下面，我整个吓到。大叫我老公帮我求证，是我眼花还是怎样？整个手臂整个一颗一颗的，而且很痒。这时候还没有压起来，还可以睡觉。隔天洗完澡变更严重，开始了慢慢压起来了。我开始紧张，因为我皮肤真的从来没有这些问题过。屁股跟妹妹已经够我烦了，但至少我看不到，没有那么恐慌。可是手上是无时无刻看得到的，尤其在光下一照，整个凹凸不平，真的觉得很崩溃。我自己看都起鸡皮疙瘩。一开始先查 YouTube， 想找一些人经验分享怎么好的，发现完全没有这方面的资讯呢，只有一般的湿疹、荨麻疹。要怎么医也没有直接性的答案，整个碰壁。转战 Google， 看好多部落客分享他们的经验，看他们的照片和叙述，我知道我找到同伴了，内心顿时放心一咪咪，至少我不是唯一一个。
看到好几位妈妈都是先去找西医、皮肤科医生开药膏或是药，但妈妈们都说没有根治。我爬的几个文，最后都是看中医痊愈的。然后也问了身边的朋友，他老婆也是遇到产后疹子的问题，说皮肤科医生开的药膏给他擦，可是不能擦太多，因为西医大部分药膏都有类固醇或是其他比较伤的成分，尤其是母乳妈妈，怕会过奶给 baby。刚好出院前，医院有给我们2条药膏，其中1条就是一样的。同时再打给超给力老公的中医师表姐 Jess， 她根据她的专业与经验告诉我身体可能是太过燥热引起的，赶快煮绿豆汤，还有喝蒲公英茶，还有洗澡不要洗太热，先这样试试。也问问她哥哥，也就是老公的表哥，西医有什么母奶妈妈可以服用的药，多管齐下。好，立马再打给老公的药剂师表哥，他一听到他就说：“哦，产后疹子啊，很普遍啊。”我们听到他的反应真的很惊讶，竟然在医界是习以为常的状况，我们市井小民却没有人知道，我妈也不知道，我婆婆也没听过。后来他就推荐了 Claritin， 说是喂母奶可以服用的。好，搜集完各方资讯，老公出去买药和蒲公英茶。当天晚上，我先擦了那个当时医院给的药膏，睡前也吃1颗 Claritin， 刻意挑在喂完 baby 最后一餐，距离下一餐间隔比较久的时间点来吃，还是想尽量减少过奶的状况啦。隔天，我妈赶紧煮了绿豆汤，搭配喝蒲公英茶排毒。由于我还在月子期间，所以蒲公英茶没有回冲，只喝第1冲，一杯大约250到300 cc。绿豆汤早晚各喝1个布雷容器大小1碗。结果发现擦药膏在我身上没有效用，擦了完全没感觉。想说至少凉凉的，还可以止痒一下，完全不凉，有擦等于没擦。再次打给 Jess， 他推荐了无比膏，他说这个成分比较纯，可以擦多一点比较没关系，也会凉凉的止痒。果真整个大爱无比膏，1条没几天就用完，再买第2条。包装上是说蚊虫叮咬或是这种痒疹都可以擦，医院给的，我老公直接帮我丢垃圾桶。然后我也有联络我的月子餐，请他们把固定送来的滋补饮料换成菊花茶。连续7天，我的痒疹已经明显被控制，抑制下来了。虽然晚上盖被子的时候体温升高，也就是快睡着的时候，仍然痒到不行，就必须硬是跟睡魔抵抗，爬起来敷冷毛巾或冲冷水。但白天的痒度已经明显下降到可以忍耐不抓的程度，痒的时候擦一下无比膏，凉凉止痒就可以度过。摸起来的触感也不一样了，从一粒粒像蚊子叮变到像芝麻大小的一颗一颗粗粗硬硬的，也没这么红，也不这么烫了。耳朵已经不痒了，脸的部分也退了一半。过程中我婆婆得知后也建议我先不要用任何产品洗澡洗脸，都用清水就好，因为那些产品还是有化学成分嘛，减少任何刺激就是了。从那时候到现在，我反而爱上了只用清水洗澡的感觉，觉得很天然呢，洗完就自然会滑滑的啦。现在夏天每天都36度上下，大概过几天我才会使用产品洗脸和身体。以前从没有想过洗澡不用沐浴用品，因为这次疹子反而收获了一个新发现，不用沐浴用品也可以洗得很舒服。就这样，14天后痊愈。没有任何痕迹或疤痕，又恢复本来光溜溜的皮肤，真的是平的。我的笑容也回来啦，又有心情面对这个新生儿了。来重点总结一下，绿豆汤早晚各1碗，布雷碗大小，一杯250 300 cc， 蒲公英茶还有菊花茶，每碗1颗 Claritin， 痒的时候擦无比膏，患处减少化学用品的刺激，跟洗澡洗凉一点点。我是透过以上这些好几管齐下，在2周内痊愈的。郑重声明，每个人的体质和身体状况都不同，你还是要去看医生咨询专业哦。中间最严重的那天，我其实是不怎么在我爸妈面前展现脆弱一面的人，我忍不住站在餐桌，背对他们，我无声的哭了。还是试图要强忍住哭声，想说几秒宣泄一下我就可以收，殊不知一哭不可收拾。
本来大家都还在厨房洗碗啊，干嘛的，突然发现我站在原地一动也不动，唉，真的觉得委屈至极，就觉得生个小孩，怀孕后期每天腰酸背痛到不行，好不容易要生了，又经历宫缩的痛，然后打无痛的麻醉也超痛，宝宝又一直不想出来，待产中途还一度血压太低，我冷到真的觉得像是铁达尼号最后那一幕沉船 Jack and Rose 冷到颤抖那样，无法控制我的全身和下颚的抖。好不容易 push 了1个小时，生了，生完还是那么胖，妹妹还痛，屁股也痛，现在还给我搞这出，连光滑无毛的皮肤都要没有了。以后短裤短裙不能穿了吗？短袖无袖也都不能穿了吗？重点是还那么丑，那么痒，真的整个没有办法。当下其实也终于学到另外一堂课，过去的好皮肤真的都是神给的。以前别人夸我皮肤好，我都很无感，也没觉得有什么。这次真的认真体会那些皮肤有这些过敏啊、疹子的人是什么感觉，也更珍惜光滑平顺无毛的肌肤。真的为我的皮肤献上感谢，这不是靠我的什么才能才有的。是礼物，是恩典。真心希望世界各个角落遇到这状况的妈妈们，可以在询问专业医师后，试用我分享的这些方法，重新找回自信和健康的心理状态。如果这部影片帮助到你，一定要帮我按个喜欢，让我知道。最重要的是，分享给身边的所有人。我选择毫无保留的把这些很多人不愿意公开的产后事摊在大家面前，就是希望能帮助到一个妈妈也好，不要有我曾经的那些绝望和无力，让我们妈妈帮助妈妈，也让更多人知道这些事，遇到的时候不慌不忙，因为总有办法。那我们下次见咯，拜拜。